不久的将来，台下牌将成为时代的产物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准备好工具，到这家准备去修一个台下牌脱落。小区太大，走这一圈天都快黑了。来，咱们先看一下现场情况。哟呵，这个牌已经掉下去了。客户说这个浴霸也是坏的，要先把这个灯修好。之前电话沟通过，这个配件已经买回来了，我们现在给它换一下。如果我们家里的浴霸也有这种情况，不一定需要换浴霸，其实换个灯就可以了。在网上买也有各种型号，你只要把尺寸量好了，这些配件都可以配得到。换也简单，有的是螺丝固定，有的是卡扣固定。接灯的这两根线都是带电的，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千万要断电。把线接好一插，这个浴霸就修好了。是不是瞬间感觉又省了好几百？那买一个浴霸不得好几百吗？有了这个灯，我们就好干活了。接下来处理这个台下盆。这套浴室柜也是当年在网上买的，购买距现在也就3、4年的时间。现在水龙头也不好了，盆也掉了，这个挡水条里面还渗水了。用了这么久，它才现出原形。原来在这个食材的上面是贴了一层皮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皮，大家有知道的吗？这一次过来维修，看到这个情况，也给客户提了一些建议。现在这个柜子不光是盘脱落了，水龙头也不行了，看它那个角阀还有上水管都不怎么好了，所以建议它一次性全部更换。不处理的话，后期可能是1年跑3趟，过一段时间换水龙头，再过段时间修水管，这个麻烦事儿就太多了。对于我们安装的来说，你跑一趟赚一趟的钱，我们也没什么损失，但是对于客户来说，1年修3回太糟心了。再一个就是说，你万一漏水人不在的话，也存在一定的风险。看到那个挡水条都爆皮了，搬这个台面的时候真怕它掰断了，所以只敢立着抬，不敢平着抬。过来的时候就是傍晚了，折腾了一个浴霸，弄了这个台盘，现在天已经黑了。我们要在院子里干活，然后把这个狗关起来了，看这个状态不友好。食材背面的网都脱落了，这个胶是老化了。本以为过来是换一个盘，像这种情况2个盘都得换了。因为客户之前呢找人就修过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烧火棍就是用胶粘到这里的，估计也是临时维修，找这个木头给它架起来，然后打点胶继续使用。像我们一般修这种台下盘呢，99%都是把台面拆了。拆了以后做一个深度清洁，然后再重新粘回去。只有拆了处理的话，才能把之前残留的那些胶全部都清理干干净净，有了这个毛面才能粘接的牢固。这样要对台面和陶瓷盘全部都做一个打磨，然后再按传统的安装流程再走一遍。做标记点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把尺寸分匀了，不然这个盆你大概估摸的扣上去的话，可能会有偏差。画一个圈出来，我们打胶就有了参考线了，这样打出来比较匀称。食材和陶瓷盘的接触面呢，可以打玻璃胶或者结构胶，其实都可以，但是胶要买好一点的。为什么好多台下盘都脱落呢？我估计厂家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没什么经验，只弄点永始胶，里边也不粘，最后都掉了。今天的活只能干到把盘粘完了，因为业主出去买水龙头，晚上不太好买，估计得明天了。胶已经固化了。第二天下午我们又来了，这回这个盆可干到位了，嘎嘎硬。是不是都以为我要安装了？不，带你们看一看，
还有2个盆儿。这是隔壁的另一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也是双盆儿，柜子也是一个厂家买的，情况一模一样。看这个盆底也是之前有师傅过来修过，用一个木头在这拖着，这是另一个盆儿，看到了吗？也已经掉了。2套柜子还掉的是一模一样，都是右边这个盆脱落，奇怪吧？把这个木架子拆掉吧，这和隔壁那个柜子应该是一样，当时防止脱落，估计是装上的。这边的水龙头也得换，这个水龙头的把手已经坏了，一开冒水。水龙头拆掉了，盆上的下水该拆的也拆了，这样拆了呢，我们搬这个石材才好搬。立起来搬能增加它的强度，不容易断裂，这可是纯天然的石材。而且纹路是错综复杂，这可得小心。市面上做这种浴室柜台面最多用的板材呢，一般是纯天然大理石，这是早期的。那几年就是石英石做的比较多，现在是岩板做的比较多。这3种材质都不同，但是最好操作的其实就是石英石。石英石它的韧性是比较好的，纯天然的大理石和岩板都是比较憔悴的。最近2年流行的就是岩板，所以大家买岩板的柜子比较多，但是它风险也高。比如说化妆品那些玻璃瓶子掉到岩板上，很可能也把台面砸裂了；掉到陶瓷盆上，盆也砸裂了。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。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，我们好像感觉不出半年就有一个新款出来，然后大家都跟风去生产，再过半年又换了一个款式。更新迭代的速度，别说业主了，别说消费者了，就包括我们这些安装师傅，有时候都跟不上。一个新产品我们安装还没有练熟呢，然后下一个新款就又出来了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些厂家的研发能力强，更新速度快，其实是很多产品都暴露出它的弊端了，它就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，因为市场上的客户已经不认可了，只能更新迭代。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很多人其实在买东西的时候自己没有判断能力，依靠什么呢？依靠的就是看人家的销量，看人家的价格，看大家的评论，以这些作为参考，最后就出现了网红款。大家都追着网红款去买了，然后所有的厂家知道这个爆火都去生产，然后拼的是什么？拼的是质量，拼的是价格，到最后就是价格越来越便宜，质量越来越差，最后这个产品消失在市场上。扯远了，言归正传。这个盆呢，我们装上去，把下水器呢全都换了，然后之前呢是做了一个3通，这个3通呢给它切了，因为我们下水呢是做了一个2合1，做2合1呢就不需要那个3通了，那个还容易漏水。这一次我们维修不光是把盆修好了，水龙头全部都换了，包括客户家的4个脚阀，之前都是厂家带的那种脚阀，大家都知道合金的，也已经都换了。而且客户之前在网上还买了2个台下盆的支撑架，这个架子如果早用上就好了，不过我们现在既然有，给它先装上。那个支撑架也是不错的产品，如果家里面会担心有这种情况呢，也可以提前买一个装上。买一个架子几十块钱，你如果等盘掉了修一下，可能就得几百了。视频开头呢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挡水条，这个挡水条呢它上面有一层，这是什么东西了？我们用玻璃胶给它粘回去了，因为没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法。大家如果有知道的，可以在评论区探讨。好了，老铁，拜拜。